我在恐怖游戏里假装柔弱无助的小可怜，请求大神玩家与我合作。弹幕骂我滚开，寄生虫，想靠小玉姐上位，死远点。后来大神被怪物围困，性命攸关，我轻而易举地杀死怪物，救了他的命。睁开眼，我坐在一辆行驶中的黑色巴士上，点击按键，暗黑色的游戏面板弹出来，伴随着一段歌剧般华丽诡谲的旋律，血红色的字在全息屏幕上流淌。欢迎进入 S 级恐怖副本，珍妮小姐。你是校园合唱团的领唱，暑假到来，你和同学们去郊外古堡度假。本次副本需角色扮演，你的性格必须是楚楚可怜小白花。你的支线任务是赢得所有玩家的爱护，否则我有点傻眼。我一个天雷能劈死一只老虎，让我扮演嘤嘤的小可怜，实在别扭。我叫李可爱，是个21世纪的小道士，师承伏梦山逍遥宗，擅长咒诀、符箓和召唤术。我超能打，连师尊都曾被我打掉2颗大牙。为了帮师姐还债，我接受惊悚游戏的邀请，踏入了神秘的游戏空间。赢能获得一大笔钱，输自然是输掉性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逢人就说我孤独可怜又无助，嘤嘤 JPG。大巴车内一片死寂，空气闷热浑浊，学生们昏沉欲睡。我的邻座是个冷艳御姐，大长腿，公主切，神情高傲冰冷，正对着镜子细致地涂着睫毛膏。她胸前的名牌上写着实验中学阮小玉。弹幕兴高采烈，阮小玉是总榜排行前100的玩家吧？小白花运气真好，挨着阮小玉坐。她是阮氏财团的大小姐，也是谢堂粉丝会的会长，这次是追着谢堂大神进游戏的。没错，她的脾气和谢堂一样傲，想赢得他的认可比原地飞升还难。谢堂是游戏中的大神，也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合作通关过2个副本，但他的粉丝大多讨厌我。阮小玉是谢堂的粉丝会会长，想赢得他的爱护有点棘手。我硬着头皮和他搭讪，你的睫毛画得真，一个急刹车，睫毛膏戳到眼皮上，冷艳大小姐霎时变成乌眼青，好看2个字被我咽回喉咙。我忙翻包找纸巾递给他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能力有些菜，在之后的游戏中还要拜托小玉同学多多关照。大小姐斜睨了我一眼，黑眼珠里满是鄙夷和厌烦，最讨厌你这种嘤嘤的寄生虫了。甜美娇弱，可怜无助，利用美貌，自鸣得意地倚靠在强者身上当挂件。她伸出食指勾起我的下巴，视线落到我胸前的名牌上，鼻孔发出轻蔑的一哼，原来你就是李可爱。听说你很喜欢和唐神组队，还自称是靠你才通关的3年2班，想站在唐神的肩膀上往高爬。谁给你的脸？我被劈头盖脸骂得呆住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比谢堂还能打。但解释无益，他已打定主意，心怀偏见地审视我。其他玩家窃窃笑起来，对我指指点点，小玉姐最慕强了，还想让小玉姐罩他。这个叫李可爱的纯属找骂。软趴趴的藤蔓总是妄想依靠大树活着，一会儿遇到危险，他一定第一个挂掉。大家普遍讨厌依靠别人的菟丝花，看来我的支线任务完不成了。嗨，2位宝贝好呀。我的后座冒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，车上玩家都穿着紫罗兰色校服，整齐划一，除了我后座的少女。她穿着一身耀眼的胭脂红 JK 制服，扎着双马尾，眨着猫咪一般狡黠的浅瞳，胸前窄小的名牌上写着实验中学春日英。她看起来很热情，我在心中给自己打气，想试着拿下这个玩家。那个，我俩竟同时开口。我停住，笑着做了个请的姿势。我是塔罗社的社长，你俩印堂发黑，搞不好会撞邪哎。春日英亮出手中的塔罗，神秘的一眨眼，要不要占卜一下？阮小玉嘴角抽动，冷嗤一声，装神弄鬼。她拎起 LV 包包，踩着高跟鞋，哒哒地转移到大巴车后部的空座上，远离我们，像远离病菌。春日英见状，趁机坐到我旁边，央求道：“算一卦呀！”在她殷切的注视下，我默默从帆布包里掏出起草和龟壳。少女惊讶：“你也会占卜？”当然，我可是个道士。为他算了一卦后，我尴尬地戳戳脑袋，哈哈，我好像不大擅长算命。卦象显示你3日内会帮别人接生，这奇葩的卦象，离谱的我都没脸见师尊了。接生？春日英瞪大眼睛，脑门上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。好大的雾！伴随着一声高呼，大巴车从朗日晴空开进白雾茫茫，沿着一条清澈的蓝色河流疾驰。举目望去，2米外什么都看不清。我真担心司机一个不小心，连车带我们一起翻进河里，忍不住在心里念了好几声老天保佑。老天果然保佑，不出5分钟，车坏了，同学们纷纷下车。领队是个叫裘远的高个少年，有着健壮的肌肉和饱满的小麦色肌肤。他带领我们在迷雾中艰难地摸索着出路。不远处，一座高耸的建筑矗立于大雾之中，烟云渺渺，雾霭茫茫。那是一座雾中古堡，古堡4楼的一扇彩窗半敞着。我隐约看到一个红裙少女站在窗边，影影绰绰间，她似乎也在看着我们。有那么一刹那，雾散了些，
我看清了他的脸，那是一张苍老枯萎、皱纹纵横的脸。我俩目光相接，骤然间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可一个晃神后，窗边空空荡荡，仿佛刚才的对视是一场幻觉。叮，恭喜诸位抵达塞纳古堡，请选择你的队友，每队限4人，各队分批进入古堡。拿到参券的队伍将顺利进入下一轮游戏。阮小玉身边围了很多玩家，他们热切地表忠心、秀异能，希望能获得女神的青睐，成为她的队友。毕竟她是我们中唯一进了总榜前100的高端玩家。大小姐挑剔一圈后，不出所料地选了排名仅次于她的3个最强者。被挑剩的玩家惶急地呼朋唤友，生怕落了单。碍于我的角色是楚楚可怜小白花，我柔弱地绞着手帕，雾中凌乱，有没有好心人带我一个？我好怕呀！心里其实无所谓，孤军奋战可以杀得更痛快。熟悉我的弹幕对我无语，装吧装吧，等你进了古堡，是怪物比较怕才对。爱神，你再演下去，我都要给你颁发奥斯卡奖了。是啊是啊，你一阵飓风刮飞贵妃酒店，凤凰喷火烤焦万千妖魔，召唤神狐单挑提灯阎罗，雷霆一怒谁不两股战战。就在我以为要落单时，春日英搂住我，别担心，我保护你。还有我。裘远跟了过来，他憨厚的一笑，我是领队，理应照顾弱者。我装模作样的绞着手帕，嘤，可是我很菜。他俩攥紧拳头，一副壮士赴死的表情，既然决定了和你一组，就一起加油活下来吧。我有点感动。好，那就由我来保护你们吧。各个小队分批次进入古堡。古老的建筑中蛛丝密布，灰尘呛人，散发着潮湿腐朽的霉味。橡木台阶有些老旧，踩上去吱嘎作响。春日英担心我害怕，紧紧拉着我的手。她的直播间弹幕涌进我的脑海：小英好善良呀，大家都怕被李可爱拖后腿，只有我们小英愿意拉她一把。可作为粉丝，我也不想让小英被菟丝花连累。他们队比其他队少一个人哎，和鬼怪打起来要吃亏的。我微微勾唇，吃不了亏。墙壁钻出的青灰利爪没抓住我们，反倒抓住了捕兽夹。酒窖冒出的鬼怪连咬10余口，却只咬断了铁栏杆。走廊冲出的妖魔扑了个空，跌落台阶摔断了腿，耳边不断传来播报：叮，实验中学死亡玩家7人，死亡玩家18人，死亡玩家24人。我们仨一路畅通无阻。小英的直播间弹幕一片迷茫，这仨人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到现在连皮都没破。鬼怪怎么回事？我去咬人都比他们咬得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们仨里有大神？小英是辅助型玩家，李可爱阴阴的，一看就很弱。如果有大神，那只能是裘远了。在进古堡的15分钟后，我们仨轻而易举地在4楼拿到了3张参券。穿过4楼的走廊时，我们发现每隔1米就有一个巨幅人像，装裱在精致的金色铜制相框里，挂的是古堡历任主人。很惹人注目的是他的第4位主人，他被尊称为狄德罗大师，瘦高、秃头、细长眼、鹰钩鼻，有着优雅的举止和诡秘的神情。当我看向画像时，总觉得他也在盯着我。我被盯得头皮发麻，毛骨悚然。系统引导我们去茶歇室休息，等待其他玩家一起吃晚餐。耳畔仍在频频播报：死亡玩家28人，死亡玩家31人。足足等了3个小时，阮小玉才捂着受伤的手臂，狼狈不堪地走进来。他的队伍里只剩他和一个眼镜男活着。在踏入茶歇室的那一刻，大小姐惊异地看着我们：你们竟然还活着？眼镜男目瞪口呆地补充：而且比我们早到，而且一个没死，连一点伤都没有。小英疑惑地放下手里的苹果派，围着他俩大呼小叫：天呐，鬼怪明明很菜的，你们怎么伤得这么重？阮小玉狠狠剜了他一眼，认定他是在讥讽自己。他半靠在红皮沙发上，靠着壁炉闭目养神。我递给他一枚丹药，想帮他疗伤。阮小玉警惕地盯了我片刻，冷哼一声，拨开我的手，不肯领情。他的直播间弹幕涌入我的脑中：滚开，寄生虫！想靠小玉姐上位，死远点！我看李可爱挺好心的哎，你们干嘛骂得那么难听？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鬼怪够难对付了，再带个拖后腿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菟丝花别沾边，别沾边，别沾边！同学们陆陆续续地拿到了参券，最终死亡人数停留在39。实验中学活过第1关的共11人。夜晚降临，死寂的古堡像活了过来。古典华丽的宴会厅中，美食飘香。画像里的公爵摘下帽子向我们行礼，幽灵女仆将沾着露珠的娇嫩鲜花插进瓶中。穿着燕尾服的大胡子管家拍拍手，示意上菜。一碟碟食物在空中飘飞，整齐有序地落在餐桌上，发出诱人香气。我们代表实验中学早早落座。叮，景兰中学的挑战者请入场。伴着系统做作的播音腔，一群穿着蒹葭绿校服的少年走了进来。叮，伊顿公学的挑战者请入场。10几个穿着金色制服的少年踏入宴会厅，其中一个美少年格外耀眼出挑。弹幕先我一步认出，是唐神。哇，唐神穿金色制服好帅
嗷嗷嗷！唐神刚刚是不是笑了一下？哎呀呀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明明那么多人，他永远是人群中最耀眼的一颗星。你们在小白花的直播间舔谢堂的颜，不太礼貌吧？嗨，这有什么？小白花又不知道。我不仅知道，还把弹幕看得清清楚楚。求你们把口水收一收。阮小玉在看到谢堂的一刻，玻璃珠似的黑瞳被痴迷填满，白皙的脸飞上2抹红霞。某种程度上，我能理解她的迷恋。谢堂的侧脸精致漂亮，185厘米的身高，鹤立鸡群，一头银色碎发宛若夜空的星辰，坚傲的气质像撕破漫画走出来的西幻王子。啊，那个银发的大帅哥就是传说中的唐神吗？我不是做梦吧？春日英两眼变成爱心，使劲摇晃我的胳膊，晃得我魂都快飞了。谢堂捕捉到了人群中的我，冰冷的神情有片刻松动，他冲我笑着挥了下手，人群沸腾了，纷纷看向我身侧的裘远。裘远激动，唐神在冲我挥手，他一边跳一边回应，啊哈，唐神唐神我爱你。你够高了，不用跳。我一直知道谢堂受欢迎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受欢迎。宴会厅里聚集了3所中学的玩家，共30人。就在我以为要开饭的时候，厅中的水晶灯骤然熄灭，古堡外下起倾盆暴雨，几声炸雷响彻天际。管家点亮几盏红烛，壁炉里的火熊熊燃烧。跳跃的火光下，管家优雅地鞠了一躬，用古怪阴森的语调主持大局。朋友们，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，我们相聚于此，实在值得庆祝。鄙人诚恳地邀请每个学校派出一位代表，为大家讲鬼故事助兴。不讲的队伍将受到惩罚，但请务必记住，不要乱讲话。夜半暴雨，围炉夜话，讲的还是鬼故事。我捏着叉子，感到隐隐不安。于是我不安地切下一块德式烤肠，不安地大快朵颐起来。景兰中学的代表是个戴金丝眼镜的斯文少女，她率先站起身。我叫舒悠然，我想讲个镜中妖的故事。从前有个是美貌如生命的大小姐，在她的故事里，大小姐酷爱照镜子，最终被镜中妖取代了。镜妖顶替大小姐的身份，过上呼风唤雨的快活日子，而大小姐则被永远囚禁在镜子里。故事讲到一半，阮小玉阴着脸嘟囔了句晦气。见到谢堂后，她忙不迭地补妆，此刻正拿粉扑小心地遮盖左脸冒出的痘痘。听了舒悠然的故事，她悻悻地把手持镜塞进包里。伊顿公学的代表是个木杆似的细高个，他兴奋地搓搓手，两眼放光。我叫游离，接下来请诸位见证我即兴创作的举世无双的精彩故事。从前有一颗化成人形的顽石，名为贾宝玉。在他的讲述中，贾宝玉打败吸血鬼，统治黑暗王国，迎娶白雪公主，生出了猪八戒。听完这个比离谱更离谱的故事，在座的无不懵逼。阮小玉满头黑线，讲的什么玩意？连我都掉了叉子，正在当场。轮到我们中学了，裘远作为代表讲了个非常应景的故事。一群学生去郊外古堡探险，夜晚他们围坐在炉边讲鬼故事。讲了什么故事呢？讲了一群学生去郊外古堡探险，夜晚他们围坐在炉边讲鬼故事。讲了什么故事呢？无限套娃。他重复再重复，在他重复第16遍时，餐厅的烛火突然熄灭了。咯啦咯啦的怪声在四周响起，宛若潮水涌上沙滩，怪声由远及近，汹涌而来。啊啊啊！尖叫声四起，黑暗中传来血肉撕裂声和咀嚼声。李可爱，你在哪？我保护你。春日英这种时候还在担心我，可她的呼唤仿若隔着一层水雾，越飘越遥远。我扬手捏诀，离诀，火灯笼。一个巨大无比的红灯笼漂浮在半空，给无边无际的黑暗注入光明。在光亮穿破黑暗的这一刻，所有人和怪物都消失了，只剩我独自一人站在偌大的宴会厅里。古堡外月光静美，洒下一地亮银。壁炉里火焰闭包作响，餐桌上佳肴精美，一切的一切都无比慵懒温馨，无比惬意舒适。弹幕瑟瑟发抖，刚刚的一切不会都是幻觉吧？既没有玩家，也没有鬼怪，一切都是小白花幻想出来的。啊，别说了，好可怕！楼上的2位，你们精神分裂的小说看多了吧？你们是不是要说刚刚的玩家都是小白花分裂出的人格？春日英是友善的，阮小玉是傲慢的，裘远是宽厚的，游离是脑残的，你们致命 ID 看多了吧？我揉揉太阳穴，勾起一弯笑，是幻觉。不过刚才的热闹不是，此刻的静谧才是幻象。我指尖凝气过眼，双眸闪过一刹金光，勘破迷障。唰，眼前的岁月静好霎时破灭，一张流着绿色咸液的血盆大口正向我咬来。离诀，业火焚身。红光流泻的巨大符箓挡在我身前，猛地卷住鬼怪，火苗飞窜，伴着凄厉的尖叫，鬼怪化为飞灰。叮，恭喜玩家李可爱战胜鬼遮目。由于你没有完成支线任务，即没有赢得全体玩家的爱护，鬼遮目是对你任务失败的惩罚。在之后的游戏中，你仍要扮演柔弱可怜的小白花。祝你，我悠悠道，闭嘴。系统，你吼我。塞纳古堡一共5层，宴会厅在1楼。
勘破迷障后，我看到满地凌乱的尸体，有学生的，有鬼怪的，时不时的遥遥传来1-2声尖叫。系统没给任何线索，我决定先去找春日英，毕竟在刚刚的危急时刻，他还想着保护我。我装作懊恼的揉揉太阳穴，也不知小英在哪儿，好担心哦。弹幕立刻叽叽喳喳。哎呀，我要磕1秒爱英 CP。小英刚刚在3楼，我刚从她直播间回来。OK， 我准备去3楼。刚跑到2楼，就听到一串激烈的枪声，弹幕哗然。朋友们，快去阮小玉的直播间，她被鬼怪困在2楼钢琴室了，命在旦夕。不去，去看会有心理阴影，还是和爱神在一起更有安全感。给阮大小姐点根蜡，能活到这关，她还蛮厉害的。阮小玉快死了，我调转方向，跑向走廊尽头的钢琴室。小白花干嘛去？小白花一定是听到枪声了。哎，女儿什么都好，就是好奇心太强。爱宝别去，那边危险。我赶到时，阮小玉正抱着冲锋枪打进了最后1颗子弹。她站在钢琴后，脸上身上沾满绿色血液，像刚被怪物吞进口中又吐了出来。少女的腹部鼓鼓冒血，眼中盛满恐惧和绝望。鬼怪从4面将她合围，他们没有身体，没有五官，是一张张漂浮在半空的大嘴，生着尖齿，流着口涎，恶心至极。系统弹出全息屏幕，怪物名称：鳄鱼怪，特性：饥饿时张口吃人，饱腹时张口骂人。阮小玉的余光瞥见了我，她恶狠狠地骂道：“还不快滚！滚啊！”我知道，此刻推开我是怕我被她连累。震绝雷霆之怒，我扬手捏诀，轰！窗外本就波谲云诡的天象成了我的助力，霹雳雷霆电光石火般狠劈下来。仅仅是一个呼吸的瞬间，满室的鳄鱼怪皆被劈成焦炭。阮小玉瞠目结舌，在她即将晕倒的刹那间，我扶住了她，为她吃了一枚丹药。鼓鼓的伤口霎时干涸，破损的皮肉急速愈合。她直播间的弹幕也涌入我的脑中。我去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救人的是李可爱，她不是柔弱无助的菟丝花吗？这战斗力，你们管她叫菟丝花？啊，好想看她之前的直播，我开始相信3年2班副本真的是她带队了。同意楼上，系统能不能开通回放权限？我要看3年2班。李可爱这种雷霆手段，不需要依靠唐神吧？他俩明明旗鼓相当啊！呜呜，跪谢恩人不计前嫌，我这就给大神磕一个。对，真正让我惊讶的不是他多牛，而是他在危急关头愿意救我们家大小姐，我真的呜呜哭死。对不起，是我骂他寄生虫，我现在就原地扇自己10个旋风巴掌。黑转粉，我要向全世界安利李可爱。后面被跪谢恩人不计前嫌刷屏，我在心中叹息一声，网络的风向真让人一言难尽。是踩是捧，往往只是瞬息之间。你竟然能引天雷！阮小玉惊呆了，像活见了鬼。我笑眯眯道：雕虫小技，不值一提。片刻后，他回过神，震惊的神情被傲娇取代。哼，他在我怀里闷声问：你银行账号多少？我脸上浮现迷惘。大小姐眉毛竖起来，给你打钱？我的命可是很值钱的。阮小玉得救后，打定主意找间卧房洗澡。我给了她1张传音符，方便随时联络。又给了他3张雷符防身。之后，我继续孤身寻找春日英。按照弹幕的指点，我来到3楼。走廊很安静，只能听到我穷穷的脚步声。我推开一间间房门，里面都没有双马尾少女的身影。在推开第4间时，意外的，我在床底下发现了裘远。竟然是你！我有些惊喜。宴会厅陷入黑暗后，玩家们被怪物冲散，我被鬼遮了眼，和所有人失联。裘远缩在黑漆漆的床下不肯出来，他惊恐又羞恼地诉起苦：妈的！我被吸血鬼看上了，他要娶我做他的新娘。我怔住，啥？伴着一声声抽泣，男生羞愤地哭诉分别后的遭遇。原来他逃出宴会厅后，被2个鳄鱼怪围追堵截，半路被一个金发吸血鬼给救了。吸血鬼偏爱男色，垂涎裘远漂亮的小麦色肌肤，非要带着婚纱迎娶她。裘远拼了老命逃离吸血鬼，挑了个幽暗的卧房躲进床底，再也不肯出来。老子是直的，而且就算我要弯，也首选唐神啊！少年情绪激动。我脑袋有点打结，所以你现在是在逃婚？裘远点头。我温声劝他出来吧，落跑新娘，我保护你。不，他轻叫，往床下又缩了缩。我宁愿让床板保护我。苦劝无果，我给了他1张传音符和3张火符。我在3楼的尽头找到了小英，再次相见，眼前所见让我瞠目结舌。他正满头大汗地给一个乌发雪肤、身披华服的绝色美人接生。加油！春日英攥着热毛巾，眼泪汪汪地给孕妇擦汗，使劲儿啊，使劲！你可是白雪公主，连恶毒的继母都斗得过，你一定可以顺利生产。一个头戴束发嵌宝紫金冠，齐眉勒着2龙抢珠金抹额的秀气青年急得团团转，一边转一边不忘威胁。他的双手化成黑油漆般黏糊糊的东西，在小英周围甩来甩去，絮叨着威胁。
唐时雪儿妹妹难产而死，今夜你必是要陪葬的。你若想活是绝技不能了，只怕你在那黄泉路上和我家妹妹作伴，总好过我日日夜夜以泪洗面，人虽喘着气，魂儿却早随你们去了。可堪怜黄土陇头送白骨，凄凄然，乌鬓染飞霜。小英听得汗流浃背，知道了，宝二爷。小的已经在悉心伺候了。站在门口，我后退2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世界之荒诞，让人瞠目结舌。眼前的情境在荒谬中延伸出了一个巨大的幽默，滑稽的令人发笑。弹幕热火朝天的讨论：贾宝玉爱上白雪公主，这世界比我想象中的更颠。嗨，这算什么？林妹妹在小坡站还和伏地魔谈恋爱呢。在大巴上，小白花给小英算命，算的结果就是她要当接生婆吧。我去，当时我还嘲笑爱神的算卦水平来着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爱神真是占卜大师啊，求给我也算算。小英，我轻叫一声。春日英见到我，激动地哭出2条瀑布，可爱，快来帮我接生，快！这触碰到了我的知识盲区，我哪会这个呀？但这座古堡实在古怪，吸血鬼、贾宝玉、白雪公主，这不是游离故事中的角色吗？难道这座古堡会把我们说的话变成真的？我试探道，白雪公主顺利地生下孩子，母子平安，就像施咒一般。话音刚落，一声婴儿啼哭响起，猪八戒咕咕落地。喜极而泣的贾宝玉赠予小英一双水晶鞋，作为成功接生的谢礼。我俩恭喜他一番后，二脸懵逼的携手逃遁。我推测这座古堡中有炎灵，而且炎灵强大到不仅自己说的话能成真，连身在古堡中的人所说的话也会随即成真，实力强大，可怕至极。我决定挖出古堡的秘密，勘破迷局。一个新进直播间的观众发了个弹幕 ：XSWL， 端木青是不是特喜欢和李可爱组局啊？他又跟来了，就在4楼和红女巫支头子呢。楼上的啥情况？端木青也来了。端木青是哪个学校的挑战者呀？刚刚怎么没看见他？我刚从他直播间回来，他不是任何中学的，他是阮小玉的化妆镜。离谱，这小子总是这么让人意想不到。端木青是个又拽又酷的小学生，是天生异能者，擅长幻化，经常变成帽子、扇子、镜子等各种物体，跟随高端玩家进入游戏，然后按兵不动，一直苟到游戏胜利，快乐分钱。而且他的系统初始技能是锦鲤气运，运气好的不得了，看得我都眼红。不像我，初始技能是弹幕招招，天天看弹幕骂我。我牵着春日英前往4楼，打算先和端木青会合。一声惊雷响彻半空，3楼的楼梯口破了半扇窗，风雨灌进来，淋湿了猩红色的地毯。窗前站着个高挑冷飒的姑娘，阮小玉。我一道，你洗完澡了？早洗完了。她转过头，冷脸抱怨，慢吞吞的，等你半天了。我们仨一起上了4楼，4层的灯忽明忽暗，发出滋滋的响声，像电路接触不良。走廊的墙上挂着古堡历代主人的画像。约瑟夫公爵是塞纳古堡的第1任主人，棕色全发，褐色眼珠，络腮胡子，配上一脸坚毅的表情。见我们路过，他绅士地摘下礼帽行礼。约瑟夫先生晚上好。我停住脚步，用英语和他交流，试图获取信息。古堡里有很多困顿的幽灵，为什么大家聚在这里不肯离开呢？约瑟夫公爵挑眉，可爱的小姑娘，这你得问珍妮。珍妮是谁？珍妮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不过比你差一点点。她冲我挤挤眼，答了和没答一样。我无奈一笑，好吧，回头我再找珍妮小姐求教。这座古堡会随机把人们说的话变成真的，比神明实现信徒的祈祷还快。请问这里住着炎灵吗？公爵把脑袋从画里探出来，凑得离我很近，具体说说。我后退2步，简单描述了刚才的见闻。公爵先是兴致勃勃，接着摆出一副了然的样子。哦，你问这个呀？我正准备洗耳恭听，谁知他道：“这你得问珍妮。”请问我该去哪里找珍妮呢？我耐心请教。约瑟夫公爵摊手，我怎么知道？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忽听身后传来一声清幽的呼唤：“小丫头，是你吗？”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宋长安爷爷，他是我在3年2班副本里遇到的伙伴，一位年近100岁的老英雄。更没想到他在一幅画里，这幅画中原本画的是狄德罗大师，现在宋爷爷在画里，那狄德罗去哪儿了？宋爷爷的游戏初始技能是白驹莫测，他能抚平岁月的痕迹，肆意变化年纪。宋爷爷变成少年模样，作为景兰中学的挑战者进入了这个副本。宴会厅被袭击时，他被恶语怪追逐，逃到4楼，逃着，不知怎地，他被吸入了画里，出不去了。我刚刚听到你和约瑟夫公爵的对话了。宋爷爷卸掉伪装，变回100岁老人的苍老模样，他一直敷衍你。约瑟夫讨厌 English speaker， 他的母语是德语。你把我搬过去，我来套他的话。我们3个小姑娘把巨大的画像搬下来，安置在约瑟夫对面的窗台上。2幅画像面对面。
画中两个加一起好几百岁的老伙计用德语嘟噜嘟噜的唠起嗑。不出15分钟，宋爷爷指点我，珍妮是一个600珍妮不愿离开 BJK 22多年前的乌鸦嘴少女。由于她说出来的怪事会成真，维也纳的民众都很厌恶她，说她是被诅咒的人，是魔鬼的女儿。她的家人因为害怕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把她赶出了家门。她在被冻死前，被这座古堡当时的主人收留了。这座古堡当时的主人，宋爷爷继续道，就是那个恶名昭著的狄德罗大师。后来，珍妮告诉维也纳的民众，欧洲会发生巨大的灾难，瘟疫会夺走成千上万生命。人们听后害怕极了，认为只有杀死他才能化解厄运。我渐渐摸清眉目。600年前，欧洲爆发了鼠疫，后人将之称作黑死病，亡者不计其数，哀鸿遍野。原来珍妮就是言灵，强大的言灵，不仅自己说出的谶语会实现，甚至会影响周遭的人也变成乌鸦嘴。贾宝玉白雪公主就是我们借由她的力量创造出的言魂。看来在这座古堡不能乱讲话。宋爷爷继续讲道，后来人们把珍妮烧死了。约瑟夫说珍妮痛恨这个世界，她一直在古堡中游荡，困住每个来到这儿的人，不许他们离开。这座古堡是凶宅。在宋爷爷的指点下，我决定去阁楼一探究竟。那是珍妮生前的卧室，也许在那里能找到线索，解脱珍妮，也解脱大家。我们走到4楼的转角，正要上5楼，一只利爪刺向我，被我轻而易举地钳制住。转头对上阮小玉灼黄的眼珠和阴邪的鬼笑，终于按捺不住要动手了。我问他，略微惊异，你早发现了？没错，我淡定地指指他的脸颊。阮小玉的左脸起了个痘痘，见到谢堂后，他拼命补妆遮掩，可你的痘痘在右脸，对称是你逃脱不掉的宿命吧？亲爱的静妖小姐。被我点破身份，他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叫，化成一缕青烟。其实他也算不上静妖，究其根本是言魂罢了。哎呀，真想把讲故事的3个学生代表拉出来揍一顿呐！我安抚住连连惊叫的春日英，在4楼的服装间找到了被困在镜中的阮小玉，真正的阮氏财团大小姐。她咚咚咚敲着镜子，放我出去，我给你500万。我摊摊手，诱惑很大，可惜我做不到。大小姐双手合十，3分傲娇，3分羞恼，4分可怜巴巴地祈求道：那你走哪儿都得带着我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害怕。这要我搬个穿衣镜满古堡溜达吗？太沉了。最终我把春日英留给了他。阁楼是严灵的老巢，也许潜伏着危险，小英在这里和阮小玉作伴更安全。临走前，我留给小英1张传音符、3张雷符和3张火符。可就在我即将出发去阁楼时，我脚下一踏，地板突然断裂了，我整个人掉了下去。李可爱他们的惊呼遥遥远去，周围的钢筋水泥断裂重组，我落向未知的黑暗。我掉进一座金碧山里，左右各有2双眼睛正吃惊地围观我，一边是拿头盖骨喝咖啡的红女巫，一边是摇着头子的端木青。可爱姐。端木青又惊又喜，指着金碧山激动道：看，这是我今晚打下的江山。披着红斗篷，戴着尖红帽，化着烟熏妆的长鼻子女巫奸笑，才赢我250局就这么得意忘形，有本事再来。250局还不够多。端木青拥有锦鲤气运，和他玩这头子还想赢，我有点同情红女巫。骄兵必败，见好就收，跟我走吧。我想劝端木青陪我去阁楼，谁知小学生摆摆手，自信满满，别担心我，红女巫真的很笨。红女巫鼻子都要气歪了。2人玩上了头，非要赌到天亮。可天真的会亮吗？距离我们进入古堡已经过去18个小时，暴雨不停，永夜不歇。无奈之下，我给他1张传音符和5张雷符。踏着雨声，我独自前往阁楼。阁楼上灰尘覆盖，霉味搜腐，脏兮兮的窗户破了个洞，狂风骤雨卷进来。谢堂的一头银色头发在风中飘动，犹如暗夜里的星河。顶棚微弱的灯光投照下来，美少年站在微光里，微眯着眼睛，修长冷白的手指翻着泛黄发霉的纸页，眸光专注，读得认真。伴着纸页翻动，他鸦羽般的睫毛忽扇了一下，竟生出一种温柔静好。靠墙的地上倒着一个眼镜男，我记得他是阮小玉的同伴。听见门口的动静，谢堂微微转头，看见是我，少年的冷眼中浮现一丝暖意。你也找到这儿了？他清澈的眸子望着我，白皙的脸上有星星点点的雨水。过来。我情不自禁地迎着风走了过去。我指着地上的眼镜男，他怎么了？我拍晕的。谢堂淡淡道，醒着太吵。我闭上嘴巴，视线落到他翻阅的指尖上，方方正正10余张，都发霉了，用看不懂的文字书写，手写体苍劲漂亮，力透纸背。谢堂向我靠过来，与我一起研读。他看得认真，我却半个字也不认得，终于憋不住问，这是什么文字？德语。谢堂淡淡道，看不懂吗？我摇摇头。少年讶异，那你刚刚在看什么？我噎住，我在看你读。谢堂顿了2秒，忽地笑出声，被嘲笑了。我来不及尴尬，只见他翻回第1章，念道：
珍妮，炉子里的柴你总是放得太多，火焰烧得太旺。即使是冬天，我也要生痱子了。以后少放些吧。早饭味道很好，但我讨厌土豆，请不要再做了。对了，烤鱼片上多放些黑胡椒，这些来自马拉巴尔的调料比魔法更了不起。多瑙河很美，但也很深。你不会游泳，总在河边玩，小心溺水。抱歉，今天吓到你了。但还是想说，我本人不像看起来那么恐怖。他们说我眨眨眼就是邪念，勾勾手指就是恶兆。你也这样认为吗？请不要叫我狄德罗大师了，你不觉得念起来很长吗？约瑟夫公爵、莱斯特伯爵、叶卡加罗娜夫人，老天，听起来又愚蠢又无趣。叫我狄德罗就可以。P.S. 叫小迪也行。我今年29岁，只是长得有点着急。我听着谢堂一张一张读着，心道12世纪造纸术才传入欧洲，那是应该一纸千金吧？拿来写这些琐碎的文字，好奢侈。那个年代黑胡椒也很贵，果然古堡的主人就是有钱。不难看出，这些文字是狄德罗大师写给珍妮的，内容全是闲扯。谢堂继续读道：你的歌声真美，我会占卜、易容、制作药水，但不会唱歌。如你所见，我是哑巴，一个神秘古怪、令人害怕的哑巴。我曾梦到过自己开口说话，发出来的却是咯咯声，像老鼠在啃食床板。跳舞，我不大会。如果你愿意教我，我倒愿意好好学习。其实，比起金子般的心和维也纳静静沉睡，我更喜欢跳漫长的等待，曲调低柔，符合我神秘男巫的形象。下次我们练习这个好吗？世界上蠢货太多，为了他们去改变自己，只会让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蠢货。P.S. 这个他们不包括我。不要怕，你的恐惧会让他们变得强大。事实上，我倒觉得他们原本更加怕你。不要哭，你不觉得被诅咒的少女比傻姑娘珍妮听起来酷多了吗？没错，会爆发鼠疫。我占卜了81次，每次都指向这个结果。但你别怕，我会研制出疫苗的。你和我一定会免疫。不要告诉民众。维也纳这群笨蛋，他们不会相信鼠疫本来就会发生，他们会认为瘟疫是你带来的。傻瓜，鼠疫必将发生，你无力改变，再强大的乌鸦嘴也拧不过天。这是时代的厄运，明白吗？不要告诉民众，你救不了大家。就算他们提早防范，多活个几百人、几千人又能怎样？在他们眼中，你是魔鬼的女儿，而我是恶名昭著的男巫。你说出来，只会害了你自己。我答应你，如果我研制出疫苗，一定救他们。快制成了，就快制成了。愚昧和偏见纠缠在一起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。恶意导致暴行，所谓正义，不过是一场热病。理他们做什么？不要怕，不要听，不要看窗外。那群家伙像老鼠一样，愚昧、自私，集结成群，让人恶心。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被烧死的。你醒了？对不起，去照照镜子，也许会把你吓一跳。我想，你一定在哭吧？不要哭，等我回来。我会研制出疫苗，你会被市民们接纳，你会得到祝福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到那时，你愿意戴上玫瑰花冠，穿上婚纱和水晶鞋，与我再跳一支漫长的等待吗？等我。谢堂念完，我俩谁都没再出声，只是默默出神。这些只言片语，让我们依稀拼凑出当年的景象。维也纳的民众要烧死珍妮，狄德罗承诺会保护她。我向谢堂同步了宋爷爷打探到的消息。约瑟夫公爵说珍妮最后被烧死了。如果珍妮被烧死了，那狄德罗去哪儿了？我不由得发问。谢堂，他说会救珍妮，他还让珍妮等他。我俩再次陷入沉思。良久，谢堂开口，我有一个猜想。我仰头注视他的眼睛，我也是，但需要验证。蓦地，传音符灵光流泻，闪烁起来。宋爷爷低沉的声音传来，刚才一个幽灵从我面前飘过去了，又唱又跳的，还问我狄德罗怎么还不回来，怪甚的慌里。接着，传音符里传来求远凄凄哀哀的声音。我也看见了，可是我看见的是狄德罗大师。他上牙磕下牙，似乎被吓得不轻，听得我们又迷糊又着急。游离的声音骤然响起：曹，你这表达能力还不如我。我和裘远在一起，我来说。刚才巨他妈诡异，说不清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，但我觉得是男扮女装。想不到吧？鬼怪里也有女装大佬。众人，阮小玉气恼道：闭嘴！你这表达能力，还好意思吐槽裘远？一个无奈的女声传来：算了，还是我来说吧。众人，你们到底多少人在一起？女生口齿清晰：我是景兰中学的舒悠然，我逃命时遇到了床底下的裘远和游离。现在我们在3层右数第8个房间，房间号是314。我们仨在床下苟着。刚才狄德罗大师游荡到我们这边，他嘟囔了一句，舒悠然试图模仿狄德罗的语气，用哀柔的口吻道：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小英听得战战兢兢，好诡异。阮小玉问：然后呢？舒悠然继续道：然后，我说了，你们可别害怕。然后他突然脱掉外套，
撕下面皮，变成了一个穿红裙子的老太婆，光着脚飘出了房间。宋爷爷很高兴，对，就是他。他从你们那儿飘出来，来到我这里，还和我说话来着。端木清，你们还展示不同机位，搁这儿拍连续剧呢？我看向谢堂，谢堂也看向我。他道：看来现在只有一件事需要确认了。我点点头。狄德罗大师的生卒年。我们来到狄德罗大师的画像前，如今画像里挂的是宋爷爷。借着走廊滋啦滋啦的灯光，我们看清了挂画下的小字：狄德罗大师，1316至1347。狄德罗死于1347年，享年31岁。那年欧洲爆发鼠疫，也正是灭巫运动严重的时期，很多女巫被烧死。黑死病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，行人走在街上都会突然死去。一些人在家死去数天，待尸体恶臭熏天后，才被其他人发现。人们在感染者的房子外画上 P， 提醒别人这家有人感染黑死病。而 P 这个字母也像传染病本身一样，传遍了家家户户。欧洲的城市纷纷陷落在这数不尽的 P 和 P 背后数不尽的死亡中。我用英语问挂在墙上的约瑟夫公爵：狄德罗死于1347年，黑死病爆发的第1年，请问是这样吗？公爵立刻否认：不，狄德罗大师死于1407年，91岁，他是个非常能活的可怕家伙。谢堂淡淡一声 ：Really？ 我也疑惑，如果他本人死于1407年，为什么画像介绍写的卒年是1347呢？感到被质疑，约瑟夫霎时涨红脸。他抱着胳膊，吹胡子瞪眼睛，因为你们是宋的朋友，我才讲真话的。狄德罗一向是个古怪的家伙，明明活得好好的，偏早早把自己的遗像画了，还早早的把自己的忌日也给定了。这还不算，遗像画好后，他还对着自己的遗像大哭了好几天呢，自己哭自己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市民们都说他性情古怪，是个阴险的男巫，说的可真是太对了。我继续问：1347年，珍妮被执行了火刑吧？公爵笃定道：没错。那年爆发了鼠疫，市民们都被吓坏了，认为只有把珍妮烧死才能摆脱厄运。谢堂追问：珍妮的幽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听到这个问题，公爵明显愣了一下，他微张着嘴，回忆片刻，说起来奇怪，在狄德罗死后，珍妮的幽灵才出现。每天晚上出来游荡，满脸的皱纹，老成那副样子，难看死了。要不是他的舞姿和年轻时一模一样，我真不敢认。谢堂微微颔首，这就对了。我点头附和，没错，这就对了。猜想被印证后，我难以自控地为背后的真相而静默站立。那是100年前的隐秘温柔，被光阴悄然埋葬。我拿起传音符，和谢堂一起，将藏埋于地下的真相公之于众。画中的宋长安，镜中的阮小玉，服装间的春日英，金碧山旁的端木清，苟在床下的舒悠然、裘远和游离，我的同伴们，在城堡的各个角落聆听。在我俩的讲述中，600年前的过往如古老的胶片，卷着画面纷至沓来。我们仿佛看见他们在历史的尘埃中重塑，蹙眉微笑，那么鲜活。狄德罗大师是一个令人害怕的丑陋男巫，在维也纳恶名昭著。他擅长占卜、易容和制造药水。他很强大，可惜是个哑巴，只能通过指尖和人交流。珍妮是美丽的维也纳少女，喜欢蓝色的多瑙河，可惜不会游泳。她的歌声美妙，舞姿迷人。更非比寻常的是，她是拥有谶语之力的言灵，时常口出恶兆。因为她的乌鸦嘴，维也纳的市民们说她是被诅咒的少女，是魔鬼的女儿。可怜的姑娘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被亲人赶出家门，瑟瑟发抖，孤苦无依，或将冻毙于外。恶名在外的狄德罗大师把她领回城堡，给了她庇护。珍妮成了唯一敢接近狄德罗的人，而狄德罗也是唯一愿意接纳珍妮的人。两个人虽然都被维也纳的市民们厌恶和惧怕，但他们彼此间却相处得很愉快。珍妮还教会了狄德罗跳舞。狄德罗在占卜时发现瘟疫即将席卷欧洲大陆，他占卜了整整81次，每次都指向同一个结局。珍妮想要用言灵的力量去对抗鼠疫，被狄德罗否决，乌鸦嘴无法战胜时代的厄运。珍妮又主张将鼠疫的预言提前告知维也纳的民众，让他们早些防范。狄德罗不赞同，他洞悉人性，极有先见之明地预料到人们会认为瘟疫是珍妮的乌鸦嘴带来的，那样就糟了。告知民众，提前防范，确实会多活个几百人，运气好，也许能多活几千人。但不管是100人还是1000人，都不值得珍妮将自己置于险境。狄德罗大师这样认为。但是傻姑娘珍妮有她自己的选择。不出所料，维也纳的市民们吓坏了，他们如夜潮般汹涌而来，围住城堡，架起高台，堆起柴火，点燃火把，要烧死珍妮，将被诅咒的少女和她所带来的厄运一同粉灭，那样他们自己就安全了，这座城市就太平了。傻姑娘珍妮是恶名昭著的狄德罗大师在这冷酷的世界里唯一的光，他不能让这唯一的光熄灭，可他也无法对抗整个维也纳。于是，在火刑那天，狄德罗大师用了些手段，扮成珍妮被狂热的市民们压向刑台。是的，那个瘦高的秃头是巫师中的天才，擅长易容，扮成真爱之人的模样，
对他来说是如此轻而易举。那个人们口中诡诈阴险的诡秘男巫，那个眨眨眼睛就是邪念，勾勾手指就是恶兆的可怕男巫，为了自己在这冷酷世界唯一的温暖，毅然决然地奔赴火刑，且一去不回，忽略他诡秘的外表，不妄议他可怕的天赋，不苛评他不近人情的个性，他也不过是个讨厌土豆，喜欢黑胡椒烤鱼片，喜欢跳舞的有血有肉的人罢了。他时不时会嘲讽别人的愚蠢，且从不为自己的恶名而烦恼。在他心里，被蠢材恭维才更让人厌倦和难堪吧。如果他没有死，会不会研制出疫苗救了大家？而珍妮披着狄德罗的身份在古堡中生活，毕竟在人们心中，那个被诅咒的少女已经被彻底烧死了。他将狄德罗的画像装裱好，挂在4层，和其他历任的主人们列在一起。祭无爱，忌日是1347年。那一年，真正的狄德罗大师和人们眼中的珍妮一起死掉了。虽然挂起了遗像，可他并不死心。不是说好会回来的吗？不是说好回来后要一起跳一支舞的吗？他在古堡中孤独地等到死亡降临，也没有等到他回来，一直等到真正的珍妮和人们眼中的狄德罗一起死掉，也没等到他回来。活着的珍妮等了60年，死去的珍妮的鬼魂还在继续等待，600多年漫长的等待，只为与你再跳一支舞。可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听完故事，众人静默无声。迷雾、暴雨、怪象，珍妮不愿离开，她一直在等。她困住来到城堡的人，让我们陪她一起等。只有她安息了，我们才能逃出升天。小鹰泣不成声，她怎样才能安息呢？我反问，她在等什么？短暂的沉思后，几乎同时，大家异口同声和她跳一支舞。我补充，没错，穿着婚纱和水晶鞋，戴着玫瑰花冠，和狄德罗跳一支漫长的等待。只有我们完成狄德罗大师对她的承诺，珍妮才会离开。水晶鞋，春日英激动道，我帮白雪公主接生，贾宝玉送了我一双水晶鞋作为谢礼。阮小玉接过话茬，真巧，也许我能拿到玫瑰花冠。她语速很快，声音高昂，一改之前的傲慢冰冷。我被困在镜子里许久，一直觉得哪里怪怪的。镜子里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是对称的，可我一直觉得两个世界不大协调，后来才发现是衣架有古怪。现实世界里，衣架上摆放的都是中世纪的礼服，而镜中世界的衣架上，除了礼服，还多了一顶玫瑰花冠。众人卧槽！端木青，这是闹鬼版一起来找茬吗？玫瑰花冠竟然藏在与现实对称的镜世界。如果不是阮小玉恰好被抓进镜子里，如果不是她善于观察，我们就算翻遍古堡，也别想找到花冠。我笑笑，那花冠就拜托你了。接着，裘远的声音弱弱地飘来：吸血鬼伯爵为了娶我准备了婚纱，要不我牺牲一下，去把婚纱骗来。在床下苟了足足5小时的裘远，终于愿意出来了。大家不客气道：那你就牺牲一下吧。而游离，他被谢堂选中，扮演狄德罗大师。游离高瘦，和狄德罗一样像根竹竿。舒悠然乐淘淘道：我是 cosplay 社的社长，我帮你化妆。那舞曲怎么办？谁会弹奏漫长的等待呢？我问。谢堂转头用德语询问公爵。公爵大笑，这么老掉牙的曲子你们也知道？哈哈哈，我不会，但叶卡加罗娜可是很擅长呢。谢堂问，那是谁？公爵脸上浮现一丝柔情，我的女儿，这座城堡的第2任主人。端木青喜滋滋的声音响起，叶卡加罗娜就是和我掷头子的红女巫。舞曲我来搞定，宴会厅，地灯幽暗。我和春日英安置好昏迷的眼镜男后，抱着一堆中世纪礼服，拎着水晶鞋，猫般巧声赶了过来。厅里时不时传来钢琴的叮咚声，是红女巫在给钢琴调音。她一边调试，一边感慨钢琴比他们那个年代的拨弦键琴好用多了。端木青闷闷不乐地站在一旁。为了说服红女巫表演一曲，她花光了赢来的全部金币。裘远费力地脱下紧绷的婚纱，一屁股坐进软椅。被绑在地上的吸血鬼伯爵瞪着血红的眼睛，开口便是性感的伦敦腔。Darling， 就算婚纱尺寸太小，你也不必召集同伴绑住我吧。见到本尊，我们才发现吸血鬼正是古堡的第3任主人莱斯特伯爵。他相貌英俊，身世儒雅，品味也有趣，偏好裘远这种肌肉男。而宋爷爷人在画中被约瑟夫公爵抱在怀里，满大厅东游西荡。他先是被介绍给弹钢琴的红女巫，接着又被带去逗弄白雪公主的新生儿。宋爷爷被硬生生打造成社交达人。渐渐的，大厅里聚集了一些叫不上名的玩家，被鬼怪攻击后，他们都藏了起来。此刻听到这边的响动，都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怕提早引来珍妮，裘远做了个虚的手势，简明扼要地把古堡的故事讲了一遍。一头雾水的玩家们露出竟是这样的表情，几个女生听得泪水连连。少请，只听一句气音，来了。大家互相传递消息，一时间气声此起彼伏，来了，来了。我们转头看向2楼的阶梯，只见游离穿着狄德罗的黑色长袍，在黄晕的光中从台阶上走了下来。瘦高、秃头、细长眼，
鹰钩鼻、山羊胡，是狄德罗大师的模样，外表很像，可是仍能一眼辨认出他不是狄德罗。他不是，举止不够优雅，神情不够诡谲。真正的狄德罗大师，如猫般诡秘，狐狸般精明，鹰隼般敏锐，野狼般孤绝，而游离身上显露的却是二哈般的呆滞。假狄德罗走到我们面前，瑟缩紧张，这能行吗？我不会被珍妮发现吧？他一生气，不会把我消灭吧？谢堂不作声，拿起棒球棍，对着游离轻敲了3下，肩膀、后背、头顶。这3下看似是调整游离的姿态，实则暗地里给游离灌入3股气：一气贯心，得勇；一气正己，起势；一气自顶而下，注入神韵。如此一来，游离简直像极了狄德罗，连约瑟夫公爵都看呆了，仿若看见故人。他放下宋长安的画像，独自飘到钢琴边，垂手和红女巫嘀嘀咕咕。红女巫扫了眼游离，也讶异地频频点头。看来 cos 得很成功。宴会厅中的玩家们换上礼服，一切就绪。我向红女巫比了个手势，她开始演奏。随着指尖舞动，漫长的等待流淌而出，时而嘈嘈切切，珠落玉盘，时而低婉哀柔，如歌如诉，一遍又一遍，一遍又一遍。大厅诸人列道，游离扮成的狄德罗大师站在人群的尽头。我们都屏气凝神地等待着，这支舞曲能将珍妮换来吗？一曲又一曲，我直站着双脚发麻，其他人也都有些站不住了。但是没人出声抱怨，没人歪扭着休息，大家如今命悬一线，能不能逃离古堡，就看今夜这一舞了。良久，约瑟夫公爵打起了呼噜，珍妮却一直没出现。我盯着自己的脚尖出神，茫然地跟着钢琴哼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大厅里的同学们都跟着哼唱起来。坐在钢琴边直打瞌睡的约瑟夫公爵清醒过来，他来了精神，用德语高歌。吸血鬼伯爵温柔道：如果你们愿意给我松绑，我可以和叶卡加罗纳夫人合奏。我练了600多年的长号呢，乐意为你们效劳。裘远犹豫了一瞬，为他松了绑。吸血鬼伯爵揉揉酸痛的手臂，温柔道：谢谢你 ，darling。裘远顿时青筋暴起，从耳朵红到脖子，飞快逃到谢堂身后。而吸血鬼伯爵若无其事地飞走了。再飞回时，手里果然拿着一把长号。他斗篷一抖，各种乐器散落在地。吸血鬼伯爵儒雅地做了个请的姿势，微笑道：会的话，请随意。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端木青拿走了小提琴，同时帮宋爷爷捡了一把长笛。舒悠然抱走了2胡，顺手递给阮小玉一个曼陀铃。还有几个不认识的玩家，先后捡走了竖笛和鲁特琴等乐器。只有唢呐被孤零零地留在地上。大家调试乐器，练习起来。我和小英拉着剩下的人去找约瑟夫伯爵，求他教我们唱德语歌。因为我在副本中的身份是校园合唱团的领唱，拥有天籁之音的 buff 加持。不多时，我就掌握了这首歌的德文唱法，坐在大厅的角落练习起来。谢堂拿着指挥棒，引领大家配合。在美少年的指挥下，半数人尝试合奏，另外半数人尝试合唱。先是混乱无章，慢慢的渐入佳境。我们十分投入，一时间竟忘了珍妮，忘了恐惧不安，沉醉在这古老的乐曲里。也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吧。我们正练习着，城堡的角落里渐渐冒出许许多多的人来。宴会厅里人头攒动，想不到这里竟生活着这么多的魂灵。他们两成双，在大厅里伴着音乐跳起舞来。这时，忽然听到一声叹息，很轻很轻的一声，却像探到了我的心上。一抹红裙忽现在2楼的阶梯处。珍妮，我们继续演奏，我们继续高歌，每个人都那么投入。低婉悠长的音乐在大厅里流淌，哀柔静彻的歌声大厅中激荡。我忽地想起指尖上狄德罗大师曾提到，珍妮想要大家的祝福。他终究是在意别人的看法。他曾为救千百人性命喊出那个秘密，置自己于恶意的漩涡。希望他能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祝福。只见他从台阶上飘然而下，光着脚踏在大理石地面上，身姿那么轻盈翩跹，像少女，像蝴蝶，可脸孔却那么苍老，皱纹纵横。枯白的头发如杂草般垂在他的肩膀上，浑浊的眼睛从我们的脸上一一掠过，目光忽地一滞，他看到了狄德罗。珍妮怔住了，隔着人海，他看着狄德罗，他慢慢地向他走了过去。狄德罗在微微的颤抖，看起来很紧张。我也很紧张，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刻。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们。可是就当珍妮马上走到狄德罗面前时，他忽地停住了，眼中露出迷惘。他后退了一步，又后退了一步，转头就要离开。众人，游离一脸错愕，他看向我们，摊摊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面对这一变故，大家不自禁地停了下来。珍妮转眼跑上了台阶，我大喊一声：珍妮！就在同一时刻，身后紧闭的铜制重门忽地打开，一个沙哑低沉的男声遥遥传来：珍妮！众人齐齐看向大门口，只此一眼，看得人心跳一滞。狄德罗，他真的回来了！大厅里，众人屏气凝神，看着门口那人，高瘦、秃头、细长眼、鹰钩鼻、山羊胡，右边脸上一大块烧伤的疤。
脖颈和手臂裸露出来的皮肤也无一不烙着烧伤的可怖痕迹。他身上散发着诡秘的气息，整个人看起来恐怖又扭曲。他的身后是倾泻而下的暴雨，雨帘后弥漫着浓重的大雾，黑色的斗篷在呼啸的疾风中卷起，整个人像是永夜里走出的恶魔。珍妮在台阶上转过头，她的目光越过人海，遥遥地看着门口的恶魔，浑浊的眼睛里依稀浮现出泪光。门口的恶魔弯起一个浅浅的微笑，狰狞的面孔下流露出一抹温柔。他走进大厅，右脚一跛一跛的，破旧的黑色靴子在大厅里发出哒哒的声响。红裙一闪，珍妮从台阶上飞奔而下，她莽撞而匆忙地拨开人群，向他飞奔而去。明明很怪异，明明很怪异。苍老的、枯败的、被诅咒的少女，紧紧靠在诡谲的、阴邪的、被烧伤的恶魔怀中。明明很怪异，明明很怪异，可是我却很想哭。珍妮的眼泪无声地滚落，像是奔涌而出的河流，流进百年孤绝的等待。恶魔无声地抱着她，像是暗夜里迷途的孤魂，终于找到了魂牵梦萦的唯一的光。我转头想抱小英，小英先一步抱住了我。端木清抱住谢堂，裘远抱住游离，宋爷爷抱住画框，哭泣，我们陪着他们哭泣。良久，我松开小英，给了谢堂一个手势。美少年轻咳一声，挥动指挥棒，乐声起，歌声起，乐声低沉哀婉，歌声温柔悠扬，一屋子的魂灵翩然起舞。红女巫一边弹琴一边默默流泪。约瑟夫公爵高歌时，脸上溢着柔情的辉光。吸血鬼莱斯特吹着长号，英俊的脸上挂着温柔的浅笑。男巫狄德罗一挥手，玫瑰花冠、婚纱、水晶鞋代替了红色的长裙和光着的双脚。他拉起她的手，步入舞池。他愉快地引领着她舞蹈，尽管她有些跛了。他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，尽管她早已枯败如野草。乐声如日光下温柔的湖水，歌声像永夜里皎洁的月亮。他们在舞池里跳着跳着，时间恍如倒流。倾泻的暴雨倒流回天空，人们的咒骂被吞回了喉咙。刑台上飘飞的灰烬重新燃起烈焰，烈焰熄灭，变回未曾点燃的火把。恶魔的双腿变得沉稳有力，脸上可怖的疤痕消失不见。时间的指叶在舞动中回翻，回翻的时间让整个古堡退回到从前。少女的枯发长成青丝，脸上纵横的皱纹消退不见。时间恍如倒流，在我们的演奏中倒流，在我们的歌声中倒流，在我们的祝福中倒流，回到最初的那一刻。恶魔和少女在互相凝视着的微笑中消失不见，翩翩起舞的魂灵们也一同消失不见。番外，游戏大厅播放通报：珍妮小姐副本已被成功通关，通关人数18人。亲爱的玩家们，是你们的善意点燃了珍妮枯萎的心，是你们演奏的乐章指引了孤魂回家的路，你们的智慧、勇敢和善良是人性闪闪发光的瑰宝。惊悚游戏为有你们感到荣幸和骄傲。游戏奖励20万金币已发放到账，注意查收。一身疲惫的我正要离开游戏大厅，端木清凑了过来，可爱姐，吃火锅吗？他冲我努努嘴。游戏大厅的出口处站着谢堂、春日英、宋爷爷等人。好啊，我笑笑。游离高兴地上蹿下跳，好爷，我最喜欢火锅了。裘远气呼呼地勒住他的脖子，臭小子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游离迷茫，什么账？裘远张牙舞爪，你讲的傻叉故事，害得我差点失身，我要掐死你。小英点头如捣蒜，对，我也要掐死他。游离被吓得撂蹶子就跑。我和朋友们嬉笑着走进光里，回头看，游戏大厅里吵吵嚷嚷，观众们叫骂点评，言辞不乏狠厉，思考难逃偏执，疾言厉色的像恨不得钻进游戏里，把他们看不上的玩家剥皮抽筋。谣言和恶意的杀伤力和传播力和瘟疫比起来，也不遑多让吧。